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一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地下室。鬼叔，这个故事家里人是不让我往外说的，但是这也是我多年的阴影了。这个事儿是发生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，距今已经6年。当时我和我的2个同学在一个家具商场里面上课，一共是4层，在夏天外面30多度的时候，里面却特别冷，是冷不是凉，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那种。商场里面非常的大，是那种非常复古的家具，有点类似红木家具。我们是在2楼上课，每一层都是那种一家一家的店铺。1楼是有灯的，人呢也断断续续，不多不少。只有1楼和2楼有点人气，4楼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全是家具，非常的黑，连灯都没。因为家具太贵了，又开在了小县城，所以很少有人光顾。虽然1楼有点人气，但越往里面越冷越黑。地下室是有一个铁门锁着的。我和另外2个人，小 A 和小 C， 我们3个都比较调皮，经常在里面探索。小时候对冒险这类的东西非常感兴趣，虽然特别害怕，但还是喜欢去那儿玩。里面的保安呢，经常的训斥我们，说不让我们在里面瞎转悠。我以为是怕弄坏啥家具什么的，但自那件事以后，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了。某天我们放学以后已经是5、6点，小 A 呢拿着一个手电筒，小 A 胆子比较大，就提议说去里面玩捉迷藏。我起初非常抗拒，因为我胆子小啊，晚上不敢自己上厕所的那种。但小 C 就说你是胆小鬼是吗？我呀要面子，所以还是去了。去那儿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，我们到地方以后看见大门已经关了，我呢就说关门了，我们走吧。小 A 这时候就说我知道从哪儿进，你们跟我来。我和小 C 呢一直跟着他绕了整个商场大半圈，看到了一处围栏，大概是3米高，锈迹斑斑的，上面还有禁止入内的牌子。小 A 指了指栅栏的一边说，看，我看过去有一个正好能钻过去的小洞。我就说要不算了，这样不好吧之类的话。可我说完，他俩都已经爬进去了，我也只好跟着爬进去。在爬进去以后，有一个大铁门，更是锈迹斑斑的，好像是很多年都没打开过了。小 A 呢试探着拉了一下，门竟然开了，发出了那种铁门轰轰的声音。一打开门，一股凉意直冲脑门。当时正值夏天，这一下子让我不禁地打了个寒战。我不安地跟着进去了。这好像是一个仓库，里面各种乱七八糟的，地上的灰尘很厚，还伴随着一股发霉的臭味。我是跟在他俩后面，他俩呢非常兴奋，一直东看西看的，还拿起了地上的东西玩一玩。我们就这样一直走，过了一会儿，走在最前面的小 A 大叫了一声，我被吓得直接摔在了地上。顺着小 A 指的方向看去，是一个古代皇上睡觉的那种床。当时很黑，我好像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一个人影坐在床上，我被吓了一身的冷汗。小 A 呢壮着胆子走了过去，笑着说没事儿啊，这就是一个木头雕像。我和小 C 呢慢慢走了过去，确实看到了一个木头雕像，才慢慢的放松了下来。小 A 笑着说，一个破雕像，瞧把你们给吓的。说完啊，我们就接着往前走。走的时候，我还是忍不住用余光回头看了一下，我仿佛看到那个雕像好像动了一下。我安慰着自己说这些一切都是错觉，我们就继续走。就这样走到了平时没人的4楼。4楼的景象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黑暗的4楼
摆满了家具还有雕像。小 A 拿着手电筒照着雕像，这让我头皮发麻，而他俩看到这样的情景却是异常的兴奋。熟悉了一下周边的环境，就开始捉迷藏。小 A 输了，所以负责抓人，我和小 C 去藏。我本来是跟着小 C 的，小 C 却说别跟着我，这样容易被发现的。我只好单独的去藏。每走一步都能看见雕像和家具，有一种恐怖片里的感觉，好怕突然有什么东西从家具的后面出来。我看了一圈，把目光锁定在了一个红木沙发上。我钻到了沙发下面的空间，那里面很窄，我根本不能转身，连扭头都不行。我就这样一直躲着。狭小的空间给了我安全感。正当我暗暗窃喜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，但这声音并不是鞋子落在地上的声音，而是光着脚啪嗒啪嗒的声音。我很疑惑，想着小 A 为啥不穿鞋子呀？正想着，我感觉我脖子的后面有一股呼吸。我笑着说：“小 A， 别吹了，你找到我了。”因为脖子不能转，于是我赶紧地钻了出来。我刚出来，拍打着身上的灰尘，刚想扭头看向刚才吹气的方向时，小 A 的声音从前面传了过来：“我找到小 C 了，你快出来吧。”我听到声音以后，先是一愣，然后猛地回头，刚才吹气的那个地方空空如也。我一身的冷汗也出来了，慌忙地跑向了小 A 的方向。我跑向了小 A 和小 C， 他俩看到我面色非常不好，于是问我怎么了。我看着他俩，也只说了一句：“赶紧走。”他俩呢，看我不像是开玩笑，就没再追问了。我们就沉默地走着。走着走着，我们意识到了不对，我们三个迷路了。天太黑了，我们找不到上来的楼梯了。当时我们三个就开始慌了，从一开始的走变成了跑，最后变成了狂奔。跑着跑着，我看到了一处微弱的亮光，那光特别的暗，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。我就叫住他俩，我们三个走近才发现这也是一个楼梯间，但是大门关着，门口还贴着封条，门下透出微弱的光。小 A 喘着粗气说：“没办法了，从这儿走吧。”说着他撕开了封条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楼梯间。楼梯间的灯忽灭忽暗，简直就跟恐怖片里一样。我跟着他俩走进去，就这样往楼下走着。这个楼梯啊，它是一层分2个阶段，中间呢有一个平台，到了这个平台拐弯再下台阶才能到下一层。头上一闪一闪的灯光让我的心快提到嗓子眼儿了。寂静的楼梯间只能听见我们下楼的脚步声和心跳，越往下走就越黑，就没有灯了。我们下到3楼去开门，发现打不开，又去2楼，还是打不开，又去1楼，还是打不开。小 C 很慌，他开始撞门，我眼角的泪都快流下来了。这时候小 A 说：“还能往下。”我虽然很抗拒，但也别无他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。又下了1层，应该是来到了负1楼的楼梯间了。这里就是平时锁着的负1楼，上面4层楼楼梯间都是瓷砖，可来到了负1楼就变成了水泥地。到了负1楼的平台，空气里弥漫着好像是老鼠腐烂的腥臭味。我们3个到了平台也都不敢往下走，因为这一层和前几层可不一样。这手电筒照下去是一面墙，右手有一个铁栅栏一样的门。我们3个就这样一直向着下面看。突然，小 A 手里戴着的小型佛珠断了，哗啦哗啦地散了一地。在狭小的空间里头，只能听到佛珠跳动的声音。我们几个都被吓愣住了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就这样，几个人盯着佛珠一颗一颗，一阶一阶到底下的那面墙。手电筒照着底下，我们几个呢也没有动作。突然，我们就看到有颗佛珠向着铁门的那头滚了过去，
又被不知道什么力量给滚了出来。我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可感觉呼吸不上来一样。慢慢的，那个铁门打开了，伴随着呜呜的声音，一只手从铁门里伸了出来。那个姿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首先是2双没有一点血色的手，然后是有一团黑色的东西，应该是头发吧。接着是半张正好到了眼睛的脸，它是垂直露出来的，而那个眼睛，我敢保证那不是人的眼，因为大得吓人。我被吓得说不出来话，只能发出哇哇的哽咽声，腿也在发软的颤抖。我转身想跑，可发现怎么也动不了，不知道是别的力量还是身体的原因。我以前一直不相信恐怖故事里的被吓了走不动，但那次我就是那样，腿整个都软掉了。底下的那个女人一直发出呜呜哇哇的呜咽声，随着小 A 哇的一声大叫，我才终于可以动了。我和小 C 马上的往回跑，上楼梯，因为没有光，还摔倒了好几次，磕得腿上都流血了，也没有停下来。等跑到了门口，才发现小 A 没有跟上来。我们马上的跟保安把事情一五一十的交代了。保安听到以后非常的惊恐，还是带着3、4个人下去的。下去以后，看到小 A 呢还在躺着一动不动，但眼睛是闭着的，表情特别的害怕，好像是在做噩梦。后来听保安说，负1楼以前出过事儿，说是有一个女员工偷偷地躲在地下室抽烟，谁知道一个不小心就把家具给点了，人就没了。后来其他的员工总是能听见或者看到他，所以才封了起来。这件事以后，家里人就带着我去老家找了懂的人给看了看，人家说我是阳气比较弱。老一辈说过，你越是害怕，他越是厉害。我那天真的特别害怕，所以就缠上我了。最后给了我一个护身符，让我一直带着，我到现在还一直带着它。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的阴影，无法忘却。好了，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